那我们今天要替各位介绍的就是我所知道的脚踏车车架的知识。为什么我会特别强调我所知道的？因为小弟我在自行车业界车架的资历非常的浅短，就是太弱了，太弱。但是我相信我今天或者是之后跟大家分享的东西，说不定对大家也多少有点帮助。使用者其实不太需要知道这么多啦，大家买车子啊、买车架的前插组啊，其实都是买来然后就装一装，然后就好了。所以这些细节可能对你来说不是那么重要，但是反正你知道，听听嘛，也大家没有损失嘛。我先来跟各位名词定义一下。名词定义，第一个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东西叫做上管，简称 TT。就是 top tube 的意思，这个东西叫做下管，这叫 DT， 就是 down tube 的意思。这个头管的地方，大家都叫它 HT， 就是 head tube 的意思。这一根放那个插座管子就叫中管，叫做 CT， 对 central tube。然后这是后上插、后下插。后上插的话就是 C-stay， 叫做 SS， 奇怪名词怎么那么多啊，烦死了。CS 夹花骨的地方，这个叫做 drop out， 叫做钩爪。普通简称 BB shell。Button bracket。我有问题。是，请说。为什么五通要叫五通？它有5个洞吗？你看啊，我们来数一下，1、2、3、4，好。5嘞，5嘞，有其他问题吗？没有。那我们介绍比较细节的一些东西啊，这个东西叫做内导线孔、夹气孔、水平钩爪、水壶螺母。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。我有问题，请说，请说。Q&A， 我想请问，那车架这么多不同的材质，是因为我们骑乘有什么需要差别吗？我骑碳纤维是不是越高级越好骑？然后铁车架因为很便宜，所以比较不好骑。就是我们先从历史面、研发面来说，第一个是铁管，就是先被发明，然后是铜焊，然后铁管的亚焊，然后是铝合金的鱼鳞焊，然后是碳纤维，就是跟技术发生的时间点有关系。然后自行车又是一个很需要，就是很抓产品周期跟那个行销 tempo 的一个产业。所以当有这个技术出现的时候，自行车就会很喜欢拿来用一下，然后就会形成这些车种。第二个向度就是好不好骑嘛，对不对？好不好骑，我们姑且不把它当做一个参考值，我们先从它的弹性。以硬度来说的话，钢管会比铝管跟碳纤维来的硬，所以它不会有那个弹性在那边。哦。所以像铝管的话，它会稍微比较有弹性一点，没有碳纤维这么有弹性。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得到你的作品呢？没有地方看得到，因为我写的文章跟我发表的东西，大家通常都不太有兴趣。如果你们真的想要继续看到我的作品跟讨论的内容，拜托增加我的流量，我的案子都快被砍光了。对啊，我老板一直跟我讲说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写这些东西，你自己写的很爽，都没有人要看，那我们继续留这个案子给你，要干什么？是不是？这太让我伤心了。像我每次去那个什么小社区，对不对？小社区拍了一堆那个破烂的脚踏车，想说，哎呀，这个好人文气息呀，是不是？结果嘞，没人要看。抛出来好像没有抛出来一样，反正我就是没流量，打我啊！谢谢会长。